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你这个痔疮老是反复，老不好啊，老有这个发作、消肿又发作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其实你的肠道菌群紊乱才是你这个痔疮反复发作的一个幕后黑手。对，所以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怎么去系统的调理啊，让你的这个屁股啊和肠道啊都能够真正的健康起来。没错没错，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吧。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肠道菌群紊乱到底是怎么引发痔疮的。这也是很多人好奇的，就是说这个肠道里的细菌怎么就能跟我这个痔疮挂上钩呢？其实啊，就是研究发现，就是痔疮患者他的肠道里面的菌群和健康人是差别很大的。就是它里面的有益菌，比如像拟杆菌啊、双歧杆菌啊，是明显减少的。然后呢，一些有害菌，比如像变形菌门啊、大肠杆菌啊，是明显增多的。对，这种失衡就会让你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变得一塌糊涂。哦，原来是这样，就肠道里的细菌出问题了。不错，对，而且呢，就是这种菌群的紊乱会让你局部的炎症反应加重。然后呢，肠壁的屏障也被破坏掉了，有害物质就很容易跑出来，再加上你肠道的蠕动啊和你这个血管的功能也出问题，那痔疮就很容易反复的发作。所以说肠道菌群紊乱是痔疮背后的一个真凶，一点都不夸张。那你说这个肠道菌群紊乱了之后，具体它是怎么一步步的导致这个痔疮发生的呢？就是当你肠道里面的有益菌减少了之后，你肠道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也会变少，然后你的肠蠕动就会变慢，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便秘。那你一便秘的话，你这个肛门直肠的这个压力就会增加，那你这个痔疮就很容易形成。哦，那怪不得有些人一便秘就觉得屁屁要出问题。对，而且呢，就是肠道菌群紊乱还会让你这个炎症反应持续的存在，然后你的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液回流也不顺畅，再加上一些细菌的代谢产物，比如说硫化氢，它还会直接损伤你的血管和组织，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导致了痔疮的发生和反复。那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预防或者改善痔疮，具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最直接的就是从饮食下手，对，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豆类，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可以帮你肠道的有益菌提供营养，然后帮助你肠道的蠕动，那你这个粪便也会比较软，就不容易便秘。就光靠吃还不够吧？对，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避免压力太大，也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一些益生菌或者益生元。那如果是有痔疮反复的人，建议还是要做一些粪便的检测，看一下你到底是缺什么再补什么。对，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善你的这个肠道环境，减少痔疮给你带来的困扰。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这一节我们要聊的是生活习惯的陷阱。那这里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就是饮食不健康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的把痔疮给招来的？其实就是你平时喜欢吃一些辛辣的或者油炸的食物，或者说你经常喝酒，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让你的直肠的黏膜反复的充血，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这个血管就会变得很脆弱，就特别容易出血发炎。所以说这个重口味啊和这个酒都是危险信号啊。对，没错没错。然后你如果说吃的太精细，或者说你总是爱吃肉，不爱吃菜，不爱吃水果，那你这个肠道就会缺少膳食纤维，那你的大便就会很干，你就会便秘。那你一便秘的话，你这个肛门直肠的这个压力就会猛增，那你这个痔疮就会反复的发作。所以说饮食结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哦，那很多人都有的就是说蹲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啊，然后一蹲就蹲个大半天，这种习惯到底会给你的肛肠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其实你只要在马桶上坐上超过5分钟，你这个肛门直肠的这个静脉丛就会被死死的压住，然后你的血液回流就会变慢，时间一长，你这个血管就会像气球一样鼓起来，痔疮就来了。哦，怪不得老觉得蹲久了之后屁屁有点不太对。更可怕的是你久蹲啊，然后你又很用力的在排便，这个时候你这个腹压会一下子飙得很高很高，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痔核就会很容易冲出来，甚至有的时候会卡住。对，那你这个反复的便秘或者反复的腹泻，都是在不断的刺激这个肛周的这个黏膜，让你的这个屏障越来越脆弱，那痔疮就反复的来找你。那
经常坐办公室的人，或者说经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的人，他到底是怎么就容易得痔疮的？就是你长时间的坐着或者站着，其实你的这个盆底的肌肉一直是紧绷的，然后你的这个盆腔的血管一直是被压着的，那你的这个肛门的这个静脉血就很难流回去，时间一长它就会静脉曲张嘛，那痔疮就来了。哦，原来久坐久站真的是隐患重重啊。对，还有就是长期的咳嗽啊，或者说经常提重物啊，或者说你怀孕啊，这些都会让你的腹压增加，然后阻碍这个静脉的回流。你如果说再加上这个运动又少，那你的这个肠蠕动也会变慢，你就容易便秘，那你这个痔疮就会反反复复的犯。所以说你这个日常的这个习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好，我们要来聊的第3个部分就是根治之道，系统性的自救方案和就医建议。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痔疮的患者有哪些系统的自我管理的方法？其实就是你要从饮食啊，然后日常习惯啊、运动啊、护理啊，这全方位的去入手。你比如说你每天要吃够这个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你要喝够这个1500到2000毫升的水，你要养成这个定时排便，控制如厕时间，便后用温水冲洗，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听上去真的是要多方面配合呀。没错没错，然后你还要久坐之后要起来活动活动，做做提肛运动，必要的时候做一些温水坐浴，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安全的药物。那孕妇啊或者老人这种特殊的人群，那你肯定还要更个别对待了。就是绝大多数的轻中度的痔疮都是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得到缓解，甚至是治愈的。好，那痔疮的治疗有哪些不同的阶段，或者说不同的方法呢？最开始的话，就是如果是很轻的那种痔疮，没有什么症状的话，那你只要改善生活习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已经有症状了，那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些保守的方法，就是药物啊，加上护理啊。那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反复的不好，或者说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了，那我们可能就要考虑一些微创的或者是手术的治疗了。就是说其实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挨一刀的。对，完全不需要。其实有60-70%的人都是可以靠前面的这些方法就可以稳住的。 OK， 那只有说你这个痔核很大了，或者说你已经经常的嵌顿或者经常的出血，那这个时候可能手术才是必要的。然后术后的话，你依然还是要靠这些健康的习惯帮你巩固效果。对，那就是说什么情况下痔疮是必须要立刻去医院的呢？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大量的出血，鲜红的血，甚至是喷射状的出血，或者说你这个出血持续了好几天都没有止住，那这个你千万不能拖。哦，这种情况确实挺吓人的。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痔疮掉出来了，收不回去了，然后疼得特别厉害，或者说你的这个肛周已经肿了，已经破口了，流脓了，或者说你已经发烧了，这些都要赶紧去就医。还有就是如果你出现了大便变细了，或者说你有粘液血便了，或者说你突然间瘦了很多，那你一定要高度警惕，千万别自己随便处理，耽误了一些大病的发现。对，今天咱们就聊了这么多关于痔疮背后的一些真相和一些应对的方法。其实只要大家科学的管理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我觉得摆脱痔疮的困扰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大家记得一定要行动起来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